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Zoe。纽西兰生活贵不贵？开销大不大？到底要多少钱才可以在纽西兰生活呢？根据2020年的统计，纽西兰在全世界的开销排名前20，听起来怎么样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我本身的数据只局限于基督城，也就是一般的小家庭，2个大人，2个小孩。每个人的需求和开销都会稍微有不一样，以下的数据只供参考哦。同时，我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网址。好了，我们先从住宿开始说起吧。平均2房的房子的房租介于350到450之间，也就是说呢，4个星期就要1500到2000刀之间。90%的租房和买卖交易都会通过 TradeMe 网站。如果你拥有自己的房子的话，那你就要额外交一个地税。这个地税给2房的房子大概介于200到250之间，可以通过地方政府的官方网站参考哦。好啦，接下来就是日常用品。一般的小家庭1个星期大概要花150到250之间。一般的蔬菜、水果和肉类都可以在150刀之间解决，这不包括额外的开销，比如说饮料和零食，更不必说如果你是喜欢喝啤酒的，那些都是额外开销哦。所以1个月就大概要用上700到1000左右，就看你怎么吃啦。接下来我们提一提电费，一般的小家庭1个月的电费大概就介于80到150之间。如果是冬天的话，那你就要付上双倍或以上的电费，就看你冬天的时候怎么用电了。你可以参考这个 Power Switch 网站，它会给你一些基本的概念。好啦，接下来就是交通篇。一个新的日产新车介于20K 到30K 左右，一个汽车的基本开销要200到400左右，这并不包括车牌税 Rego 还有 Warranty of Fitness 哦。如果你是搭公交上班或出门的话，那1个星期大概要50到100刀左右，1个月呢，你就大概需要花上100到300刀左右。就看你平时出门的次数多不多。接下来我们就提一提外吃，这里最普遍的就是 takeaway fish and chip takeaway。那一般 fish and chip takeaway 呢，就需要8到12刀左右。如果你是想去一些小餐馆吃东西的话，平均1个人的消费大概要12到15刀左右。如果你喜欢泡咖啡的话，那1个人的基本费用大概需要20到30刀左右。这些费用都还没包括饮料哦。至于更奢华的 fine dining， 那我在这里就不必多说了。所以1个月如果你出去外吃4次的话，那你就要花上200到400刀左右。接下来还有额外开销，额外开销包括什么呢？那就是比如说置装费，置装费我们就在1个月拨出一个100到200刀左右。如果你喜欢看电影的话，那一个成人的电影票大概要15到20刀，无线网络就要1个月基本上需要80刀。那电话费呢，1个人平均要50刀左右。所以这个额外开销我们大概预一个200到400左右。总的来说，我们把这些开销基本开销加下来，大概需要2880到4400刀左右。这还不包括你送孩子到托儿所的费用，还有送小孩学一些兴趣班，这些都是额外的开销。以上的开销只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开销，还算不上土豪大大们的开销哦。所以我分享到这里，你来告诉我，纽西兰生活水平高不高，开销大不大？你来告诉我吧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，记得留言。下次见，拜。